Hello，各位老铁，今天咱们来聊个热乎的话题，那就是车界大佬丰田最新出炉的战绩。我刚拿到数据，5月份丰田在全球市场上简直是火力全开，卖出去了将近90万台车。这个数字你敢信？跟去年同一个月比，一下子窜高了 6.9%，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，直接刷新了5月份的历史记录，就像一位武林高手，一出手就震慑全场。不过啊，这漂亮的成绩单背后，故事可没那么简单，咱们得往深了扒一扒。最抢眼的要数美国市场了，销量猛增了快 11%， 达到了24万多台。为啥美国人民突然这么给力，掀起了一股购车狂潮呢？这事儿还得从前段时间说起。当时特朗普政府不是嚷嚷着要给进口汽车加税吗？这个所谓的汽车关税，说白了就是一道额外的税费，一旦加上，那车价可就得蹭蹭往上涨了。这个消息就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，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，搞得大家心里都七上八下的，生怕今天不买，明天就得多掏一大笔钱。这种对未来涨价的担忧，就像一只无形的手，推着消费者们冲进经销店，形成了咱们说的突击购车需求。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，好多家庭可能本来还在犹豫，一听到风声，立马拍板，生怕自己成了那个买高价的冤大头。当然啦，光靠这个还不够，丰田自家的王牌选手也功不可没。比如凯美瑞这款车，它就像一位沉稳可靠的老朋友，几十年如一日的陪伴着无数家庭，口碑和品质摆在那儿，是很多人闭着眼都会选的家轿。还有 RA V4， 这位可就更厉害了，简直是车界的多面手。平时在城里开着舒服，周末想去郊外撒个野也完全没问题。宜家宜商，能文能武，自然成了大家追捧的对象。这两位大将一出马，简直就是销量的双重保险。视线再转到咱们中国市场，表现同样可圈可点，销量增长了 6.8%， 卖了快15万台。咱们这边的增长动力又不太一样，更多的是靠智慧和诚意。丰田玩了一手漂亮的组合拳，把促销活动和政府的补贴政策巧妙地结合了起来。特别是混合动力车型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油电混动车，卖的那叫一个火爆。这个混合动力是啥意思呢？我给大家打个比方，它就像给汽车装上了2颗心脏，一颗是传统的汽油发动机，一颗是电动机。在起步或者低速行驶的时候，主要靠电，又安静又省油。需要加速或者高速跑的时候，汽油发动机再介入，保证动力杠杠的。这样一来，油耗一下子就降下来了，对环境友好，更能给咱老百姓省下实实在在的油钱。再加上政府为了鼓励大家买这种环保车，会给一些补贴，这不就等于变相打折吗？双重优惠叠加，消费者自然乐开了花，买单也就更爽快了。不过呢，在一片叫好声中，也有一丝不和谐的音符，那就是丰田的全球产量反倒微微下滑了 0.7%， 这就有点意思了。前面店里卖的热火朝天，后面工厂的生产线却稍微放慢了脚步，这是为啥呢？丰田官方的说法是，这跟美国的关税没关系，但作为观察者，我总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，是全球供应链的某个链条出了点小问题，还是丰田在看到市场非理性繁荣后，主动踩了一脚刹车，想控制一下库存，免得将来需求回落后措手不及。这就像一个生意火爆的饭店，老板却悄悄告诉后厨，菜备得慢一点，其中的门道值得我们细细品味。所以啊，你看一个简单的销量数据背后，其实是全球政治、经济和消费心理的一场大戏。丰田就像一位经验老道的船长，驾驭着这艘商业巨轮，既要顺应市场的风向，又要时刻警惕水面下的暗礁。这次的销量飙升，究竟是其实力的体现，还是一场因政策恐慌而催生出的短暂狂欢？这个问题，我想留给大家一起思考。
你们觉得呢？快来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吧。好了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